不凑数的4颗镜头，以同级价位机种来看 ，vivo X50 Pro 就是一支为拍照而生的中高阶定位机种。特别是顶部这个微云台主镜头，不只有更强的防守阵，更是手机录影在防守阵跟画质选择上的一次解放。为什么这么说？就让邦尼带你细细来看。首先看到外观设计，邦尼手上的 vivo X50 Pro 从 logo 的摆放位置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支以横向作为主要设计语言的机种。在镜头部分，采用蛮特别的双层阶梯设计，也有助于降低镜头的存在感。在成色上，主要由银灰色跟光源自然过渡下的高亮蓝银渐变所组成。而在背盖上，则是采用雾面磨砂的表面处理，触感还是相当滑顺细腻，同时也比较不容易留下指纹。最值得一提的是手感。vivo X50 Pro 的机身宽度大约 7.3 公分，不过厚度只有 0.8 公分左右，搭配上前后双曲面的机身设计，以及控制在181克左右的机身重量，以今年的机种来看 ，X50 Pro 在手感上真的非常不错。而在机身配置上，按键集中在右侧，底部则是有单喇叭、Type-C 传输接孔，以及双面双卡设计的 SIM 卡卡槽，不支援 microSD 卡扩充。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听筒部分采用隐藏式的微缝听筒设计，也让正面的一体性更强，细节也处理得不错。随附配件部分 ，vivo X50 Pro 提供了包含透明保护壳、出厂时就已经贴好的保护贴、3.5mm 耳机以及耳机转接线，当然也随附了最高33瓦的快充组。在配件上一样是诚意的给好给满，打开就能直接使用。相机部分就是这次最大的看点。首先看到 vivo X50 Pro 上面这颗超大的主镜头模组，简单跟下面2颗镜头相比，就可以看到这个方形模组有多巨大。这次在 X50 Pro 上的最大亮点就是这颗主镜头拥有非常强大的微云台防守阵硬体设计。当你打开相机后，轻微摇晃手机，就可以看到整个镜组都跟着你移动的反方向进行纠正。在开始之前，邦尼也先来说什么是微云台，跟一般的 OIS 光学防守阵究竟差在哪里。简单来说，微云台跟传统 OIS 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一般的 OIS 光学防守阵在修正时大多是镜头的移动修正，下方的感光元件是不动的。除了修正的角度比较小之外，这会造成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一般光学防守阵镜头在修正时，当镜头移动到感光元件的边缘，拍摄的边缘画质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 vivo X50 Pro 最大的差异就是，微云台是整个模组一起移动，所以在修正角度上更大，也能解决边缘画质下降的问题。好，到这边大家应该已经对微云台有基本的了解，那最重要的问题来咯，有了微云台，究竟在实战表现上有哪些提升？首先，夜拍不用说，有更稳定的微云台，在低光源拍照时就更不容易因为手抖模糊。在邦尼的实测之下 ，X50 Pro 只要双手握持，不用刻意停住呼吸，在手抖上都能够简单被修正。不过，微云台最大的优势之一，其实在录影。微云台可以大大帮助录影这件事，其实也很直观的可以理解。微云台的防守阵角度更大，基本上一般的行走、小跑步，对微云台来说，都还在可以轻松负荷的范围内。大家也可以参考画面上的样片差异。不过这边要说的不只是防守阵，而是微云台对画质上的提升。简单来说，目前在手机上的防守阵系统大致可以分为 EIS 跟 OIS 2种。EIS 就是电子防守阵，透过裁切一部分的画面进行演算法运算修正，这也是为什么在进入录影模式时，画面会被拉得更近一点。而 OIS 就是硬体的光学防守阵。有了基本概念后，邦尼就要来说，近期各家都出现了一个称为超级防守阵、超级防抖或是超稳定防守阵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透过超广角镜头，在画面可用范围更大的优势，才切出超广角中心范围，进行 EIS 电子防守阵。如此一来，可以被修正的画面比例更高，也就可以做到超稳定防守阵。不过，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超广角镜头本身镜头素质没有这么好，所以一到了低光源环境，画质就会明显下降。同时，在录影时的解析度也大多会被限制在 1080p 30fps。
所以说了这么多，微云台真正的优势就是有了更好的防守阵硬体，可以直接透过性能更好的主镜头进行稳定录影，不需要为了防守阵而妥协画质。同时，经过邦尼实测 ，X50 Pro 的确可以拥有非常稳定的防守阵表现。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的样片差异。顺带一提 ，X50 Pro 也有一个超级防守阵的选项，打开后，系统就会将微云台主镜头进行更大幅度的画面裁切，让微云台结合 EIS 的防守阵效果更好。不过开启后，就只能录到 1080p 30fps。邦尼则是认为，一般状况下，预设的 EIS 加上微云台防守阵就已经非常够用，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录影画质。顺带一提 ，vivo 在 X50 Pro 上加入了一个防抖助手的功能，开启后只要将白色小点维持在白圈内，就可以得到最佳的防守阵效果，也能让你掌握防守阵的最大限度。最后来说拍照吧。在 X50 Pro 的镜组配置上，由上到下分别是 f1.6 4800万画素主镜头，采用 IMX598感光元件，支援微云台防守阵。接着下方左边的是 f2.46 1300万画素50mm 大约2倍光学长焦的人像镜头。右边的是 f2.2 800万画素120度超广角结合2.5公分微距的镜组。最后一颗则是 f3.4 800万画素5倍光学潜望式长焦镜头，最高支援60倍的数位变焦。以镜组配置来看，这次的 vivo X50 Pro 真的就是一台为拍照而生的机种，镜组完整不凑数。接着邦尼就不再多说，我们直接上日拍样张供大家参考。在日拍样张上 ，vivo 还是维持比较吸引眼球的调色风格。不过最值得一提的，还是 vivo 家一直以来都更为激进优势的 HDR 算法。不论是在一般日拍中，或是接下来这组直接对着太阳拍的大逆光样张，都可以看到 vivo X50 Pro 在逆光 HDR 算法上还是比较积极的调教方向。整体来说，vivo X50 Pro 在同级机种当中，逆光下的 HDR 算法还是更优势的存在。以下帮你也提供更多样张。接着来看夜拍 ，vivo X50 Pro 在夜拍上，除了支援主镜头外，超广角以及更高倍率的画面也都可以启用夜景模式。比较特别的是 ，vivo 在夜景模式中提供了黑金、蓝冰、清晨以及大家普遍喜欢的赛博朋克4种风格可以选择。在拍摄时就会直接套用在画面当中，搭配上适合的场景，也可以拍出不错的作品。不过既然接下来是对比拍照性能，以下帮你采用的就是预设的夜景模式，直接来看样张吧。夜拍部分帮您先提供主镜头的对比，这次的夜景模式开启前后差异还是比较明显，同时暗部细节保留跟亮部高光抑制都有明显提升，也受益于微云台防守阵在夜拍时可以有更高的拍摄成功率。以下帮你也提供更多组样张。而在夜间的超广角拍摄，因为 iPhone 11 Pro 没有超广角夜景模式，差异还是比较大，所以大家可以主要参考 X50 Pro 开启前后的差异就好。最后的时间来带大家看一下 X50 Pro 一些有趣的相机功能。大家都知道 vivo 在相机的各种模式上可玩性一直都蛮高的，这次也有拍月亮的超级月亮模式，跟简单拍星空的星空模式。而在专业模式中，则是提供了最长32秒的快门。而在录影中，则是有一个电影运镜的功能，可以在轻触拍摄对象后，自动追踪进行滑顺的缩放，采用超广角镜头进行录制。同时，你也可以打开录音跟焦功能，让画面和收音都可以跟着拍摄主体进行自动运镜跟收音。影音娱乐部分也是这次的小看点 ，vivo X50 Pro 采用6.56寸 Full HD Plus 的 AMOLED 曲面挖孔全萤幕，支援最高90赫兹的萤幕更新率以及18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可以进行 HDR 影音串流，以及最高1300尼特的峰值亮度，在太阳下基本不用担心。
以同级机种来看 ，X50 Pro 这块萤幕在显示效果上的确就是前段班表现，而在系统上同样支援深色模式、低亮度防闪烁以及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不过指纹的辨识区域并不会永远显示。而在外放上采用单喇叭，效果就比较中规中矩一些。不过插上耳机后，同样支援 HiFi， 拥有独立的解码晶片。整体来说 ，X50 Pro 这块 Full HD Plus 90Hz 萤幕在同级显示上拥有相当不错的表现。最后是性能部分 ，vivo X50 Pro 搭载目前中高阶定位的 Qualcomm Snapdragon 765G SoC， 搭配 8GB RAM 以及256GB 储存空间，在安兔兔跑分测试中拿下了333326分。仅以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完整实测结果一样可以在 xpeng.com 上找到。整体来说 ，Snapdragon 765G 在日常使用上不会有太大问题，大型游戏简单调整画质后也可以顺畅运行。续航力部分，搭载4315毫安时电池，邦尼也分别提供 90Hz 以及 60Hz 下续航力测试结果。首先是 90Hz， 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达到15小时22分，而 60Hz 则是达到17小时54分。可以看到 vivo 在续航力的最佳化还是比较激进，但确实也带来了显著的续航力提升。基本上邦尼会推荐给大家全程使用 90Hz， 一天一充没有太大问题。而在充电部分，vivo X50 Pro 支援33瓦有线快充，在邦尼的0到100%电力测试中，只要30分就能够充满59%，而完整充满则是落在1小时4分钟左右，还是非常快。通讯上 ，vivo X50 Pro 是一支5G 机种，支援5G NSA Sub6， 频段组合则是 N1、N28、N40、N41以及 N78。建议大家对应一下所属电信的频段支援状况。此外 ，X50 Pro 也支援 NFC， 可以启用 Google Pay 感应支付。生物安全辨识上，提供了脸部辨识跟光学萤幕下指纹辨识2种选择，采用白光的指纹辨识模组，两者速度也都蛮快的。系统上支援全萤幕手势、内建萤幕录影。同时，在 vivo 手机中最重要的特效，在 X50 Pro 上也有非常多的自定选项可以选择，不论是指纹、脸部辨识，或是充电跟插入 USB 等等，都有非常多效果可以选择。整体来说 ，vivo X50 Pro 的最大亮点还是相机。以中高阶的产品定位来说 ，X50 Pro 有了微云台防手震加持，在录影跟拍照上都有肉眼可见的提升。最重要的是，大幅提升了大家在拍摄时的成功率，在同级中的实际表现也更为亮眼。而在影音娱乐上，搭载了一块效果不错的 90Hz Full HD Plus AMOLED 挖孔全萤幕，外放表现则是中规中矩。性能续航表现上 ，vivo X50 Pro 搭载 Snapdragon 765G， 搭配 8GB RAM， 对日常使用来说没有太大问题。在续航上，调校还是相对稳，一天一充甚至1天半一充都有可能。在电力管理这一块 ，vivo 还是比较积极，邦尼则是推荐大家可以全天开启 90Hz， 享受更流畅的使用体验。而在充电部分，支援33瓦快充，1小时左右就能充满。整体而言 ，vivo X50 Pro 是一支在中高阶定位中拍照更加优势，各方面也相对均衡的机种。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知道但邦尼没测到的地方，欢迎直接底下留言。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